我这个人皇帝命。我就真的觉得我古代一定是什么真的很有权的人，例如说我所有信任的朋友们都知道我这一生所有东西的账面，信用卡号码，所有的信用卡我只要一拿到开卡完以后就拍给他们，就是正反面都拍。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尔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底要怎么样跟闺蜜好好相处？甚至如果你做到这些事情的话，你跟你的朋友们的关系更能帮顶更强。为什么我可以讲这个？因为我就是狮子座啊！狮子座的人就是一个人人爱的星座，是什么？有吗？所以处女座的闺蜜真的是非常的不屑，因为平常被我太多荼毒了。但我真的觉得人人都要有个狮子座的朋友吧。狮子座的女生真的，但男生。我有点会怕，就是身边的人对狮子座男生的评比不太好。那我会这么怕，是因为跟我太像了，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自己都这样子，我不想要容忍第二个版本的自己。那总之呢，我觉得大方向上闺蜜都是相亲相爱，一起喝下午茶，一起共生死啊，一起做事情，这很棒。可是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呢，让你可以成为你的闺蜜最好的朋友？那我讲那个朋友哦，不是说一起吃喝玩乐出国玩而已，而是你真的可以成为彼此的支持系统。你可以是他真的在痛苦或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想到的人，或者是你真的在人生谷底或是人生最欢乐的时候可以想到他，然后你们要怎么样把你们的关系更高质量的一个累积。然后呢，平常你们在生活里面最细琐的一些小事，到底哪些东西是雷点，然后哪些东西是不是雷点，但是可以更强烈的建立你们之间的信任啊，或者是相亲相爱程度。那总之呢，我分成5个点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在这5个点里面有没有做到这些事情。第一点呢，就是界限。我觉得再好的朋友呢，也一定要有很清楚的界限。那这个界限呢，会有几个面向，大家一定不能轻易去跨过的。就像我自己啦，我觉得闺蜜再好，再像家人，甚至有一些人是从那种高中、大学就是好到现在出社会30几岁，已经10几年的情谊，甚至你现在40岁的话，已经20多年的情谊，你可能就会觉得已经熟到可以随意的偷钱。为什么我讲偷钱呢？因为我常去闺蜜家，看到她旁边就是放了一些零钱，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拿？就是你不能随意的有金钱来往，或是随意的做一些你觉得反正很熟了可以顺便的事情，这些事情都不行。那除了我觉得不要轻易去借钱这种金钱上的往来界限以外啊，还有一些空间。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会太熟了，所以你会觉得一起泡温泉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内内对内内。你可以想象吗？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尴尬。我就是已经是一个很 open mind， 有时候我真的跳进去温泉前，我就真的是我就没有耐心，所以我就会全脱掉，然后冲进去。但我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尊重一下大家舒服度，因为有些闺蜜她是也可以这样子大啦啦的，像雨曼文雨曼文真的很爱去她家的时候直接看到她全裸。那有一些朋友呢，他真的就是还是会有点害怕，不管是看到你的，或是被看见自己，他都不是这么的舒服。那你也不要去逼他说，那么熟了干嘛？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太礼貌，你还是要让他在一个他自己舒服的状况去跟你做这些亲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身体上的这种空间的这个界限也要抓好。第二个呢是信任，我跟你讲，信任是最重要。我这个人皇帝命。我就真的觉得我古代一定是什么真的很有权的人，我整个人就是一个，你知道我那种魁就是霸魁，好啦，所以为什么我会讲到这？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太轻易信任别人的人，就是我的那个分线很明确，你今天不是我信任的人，你就是永远放在那边；你今天一旦是我信任的人，我是真的是全部身家。例如说，我所有信任的朋友们都知道我这一生所有东西的账面。就是他们真的知道一切。还有信用卡号码，信用卡号码，所有的信用卡我只要一拿到开卡完以后就拍给他们，就是正反面都拍，就是身份证也都有了，所以其实要验证很容易。那我觉得这个信任是我觉得非常重要，是因为你不能轻易的 ruin 或毁掉那个信任，因为这其实会很坏心。你真正能骗到的，其实都是真正信任你的人，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捍卫好信任。可是信任这件事情，也不是说我相信你，或是他平常对你讨好，或者你们很长的时间相处，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信任。这个信任，我觉得他是要非常努力的耕耘哦。我自己觉得啦，
这个信任的根源来自于你对自己的正直、善良这些好的个性、好的性格的捍卫，就是的原则。怎么讲呢？就例如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绝对不会跟闺蜜的男生朋友，或是闺蜜的另外一半发生什么事情的人。那我会这样讲，我也觉得这样才是对的。但我今天有没有身体力行，这才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原则产生出来的动作的捍卫。例如说，我至今都不会有我那些所有的闺蜜或所有的朋友的另外一半的那种私密的联系方式，然后除非遇到什么重要的大事，不然我们绝对不会私约，然后我绝对不会跟他聊工作以外的事，所以我都会有这些很明确的界限。但我就会听到很多朋友们，他们都会说，哦，我才不要带我这个新的暧昧对象去认识那个谁谁谁，可能他的朋友哦，因为每一次他们就会聊起来，然后甚至有一些经验是，他就把这个暧昧对象偷走了之类，我就觉得这样子也太可怕了吧？因为闺蜜就是要跟你分享这些喜悦的啊，然后你还要这样子防着她，这也不是真正的闺蜜吧？然后这个人也不是单一案例耶，我发现我身边真的是有好几个女生，她们是有这样讲过的，所以我觉得啦，这一种真的你要去实践的原则，在生活里面其实就真的要谨守这样子的准则。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原则呢，它都是在你的生活里面要一直去实践，不能随便的去犯规。虽然有的人会觉得没关系，我犯规，反正我闺蜜也不会被发现，她很相信我。Oh my god， 这就是滥用信任的开始啊，绝对母汤。好，第三个呢是陪伴。我觉得陪伴啊，它的真正的精髓是发生在你没有主动告知对方，你需要陪，我现在很难过，什么时候，对方自己会发现。我当然也不是要鼓励大家是当那种朋友，是说什么哦，你明明就很懂我，你怎么不知道我这时候这样，你就应该要自己主动来，不是？那种很烦的女友。对，我觉得很多人会太熟把闺蜜当男友在那样子，我觉得不行，因为闺蜜真的不会像男友有时候那种无限容忍，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的这个精髓是你大概意识到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你闺蜜身上，然后你自主的提供一些你可以陪伴的时间，或是跟她讲说，那我们一起去走走啊，然后你就把你的一些时间腾出来给对方，在对方还没开口前，你先去想象，那当然对方拒绝没关系啊，你就也不用想太多。可是我觉得这种自己去发现、自己去给出的那种陪伴的 offer， 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情谊的开始。那有的时候对方给你的时候，你也去想到说，其实这东西非常珍贵，所以你也不用太封闭自己，或是因为太痛苦而就是把人家隔在海外。是因为我等一下3小时后要去赶飞机，一直不小心头脑里面的一些潜意识的东西投射在录影的内容里面，好，就把人家阻隔在外，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你就是真的找到一个你觉得很棒的相处关系，然后接受帮助的能力，它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去建立的能力。好，那再来呢是欣赏，我觉得欣赏这点是很有趣，是我们可以去欣赏另外一半，那你也可以去欣赏你的闺蜜。那我觉得闺蜜是因为你们真的很熟，而且你们同质性可能很高才会成为朋友嘛。那有些人是同质性非常非常不同，可能是2个光谱。那这样子的人成为朋友，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有独特的一些，可能是契机点啊，或是从工作啊，从生命中的某个经历才一起变成好朋友这样相遇的。那我跟我的闺蜜们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个性，然后不同的工作领域、不同的背景，但我们都可以很好，是因为我觉得啦，这个最重点是我都可以去欣赏到每一个闺蜜她真正本质上厉害的东西。举例来讲，我觉得像张杰，就是现在在帮我拍摄闺蜜，我觉得我真正欣赏到她是一个，就是她真的很可以被情绪勒索，因为我一直情绪勒索她，就是她处女座，就是。然后，例如说张杰的所有的才华什么东西，就是我真的从他还没有真的很发达，还没有成为张杰，大家到底知不知道，张杰之所以可以成为张杰，我觉得大家现在可能就是比较爱我，或以为我是主角。张杰是谁？你要不要去 Google 一下？是一个很下的人，是一个真的。我就是知道，我就是知道他现在的他可以这么下，我从10年前就知道，所以那你还是最厉害。对，还是他比较厉害一点点，但因为刚刚要捧嘛，要有这支桥段，但大家还是要记得我还是比较厉害一点。
然后总之呢，他真的在当年还没成为张姐前，我就一直逼他开粉专，然后一直逼他去做很多事情，就跟他讲说你一定可以成功，你一定可以在这个东西做到哪些事情，因为我真的我心底就真的这么相信。然后当然就是这是张姐很有才华的一部分。那例如说曼文好了，曼文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个影片有采访过曼文，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特质非常的明显。那曼文就是一个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的人。你要想哦，一个30几岁然后出国去异乡闯荡的人，他这一生做过最可怕、最可怕、最可怕的噩梦，最哦，是有一只蜘蛛这样掉下来，就他的头脑里面没有任何潜意识，或是任何内建任何一个真的痛苦的根源，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可以想象到痛苦边界或不快乐的边界。好像就是只有一个蜘蛛。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的粉丝其实都是比较激烈，或是我的粉丝都是故事比较多、人生经历比较历练的，就真的一连串的人回应我说啊，才蜘蛛，就不屑。但你就可以想象他多么的无忧无虑，所以我对于曼文的那种欣赏度是，我常常会跟他讲说，我真的觉得你很棒、很拽，因为你的快乐是天生，你不用靠任何外在的动力，然后你的那种无忧无虑感、那种幸福疗愈度，是真的可以散发给大家。你这个东西是做慈善没两样，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 follow 一下曼文，然后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讲到那种快乐气息。不过也是因为我看一个人都喜欢看他的特质本质，所以我就不会因为哦他真的一定要这么有才华，一定要这么有钱，一定要什么社会地位，我才懂得去欣赏他。我是去欣赏他的特质和本质，所以大家也可以试着用这些东西去看一下你身边的这些闺蜜们怎么去欣赏她们这种良善啊、正直啊，还有可能大方啊，可能无所畏惧啊，你可以去拆解出来，然后去真心的欣赏她这些。我常常就跟曼文讲说，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多的困扰，他有时候也会有他的一些困境。例如说，他有一天就真的是半夜打给我，就是说刚刚他夹那个饭菜，然后那个老板少给他一颗蛋。他真的一个晚上很忧虑，他不知道等一下到底要不要回去 argue， 可是他又是一个巨蟹座 O 型的人，就是觉得世界要和平，他不想要去 fight for 这个蛋的一半，可他真的很想吃，这是他一整晚最巨大的焦虑，所以就是你就会很 appreciate， 就很欣赏这样子的人，他其实很多人很努力追求钱、追求名利、追求跑车豪宅，都为了得到后面的幸福快乐。但曼文其实就很简单的。得到一个蛋，可能就可以得到人类最终想要的大福祉、幸福、快乐，这不就是一个最大的智慧、高深的学问吗？所以欣赏真的很重要，大家赶快来欣赏一下这些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哪些特质是真的很珍贵的，好不好？再来最后一个是成长，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今天艾尔莎可以成为你们的闺蜜。也就是因为我就是带着你们成长的人，但你们一路上一直支持我，也会让我更成长，所以这东西就是相互这东西就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觉得闺蜜间啊，有时候要蓄意的去一起创造一些革命情感。这种革命情感不一定要一起创业或一起做什么事情，但是它可能是你们一起看完一个鬼片。真的，就你一直都不敢看嘛，那你就找人陪你一起做这种很小事情。那大一点的事情是，你们可以一起去学一个才艺，或是真的一起去一个很远很可怕，你平常真的连想象都不敢想象你会去的地方，你们一起去壮游，或是一起去做存钱挑战、减肥挑战，或是变健康挑战都可以。反正这样子的感觉会让你们是一起成长，不是一起沉沦，或是一起待在舒适圈的感觉。那这种感觉都会让你们的情谊更加紧密，然后更加珍贵，无可取代，也会在从中找出你们彼此相处的更特别、更不一样的方式。那我觉得成长呢，不只是跟着朋友啦，可能跟另外一半、跟家人啊，可能都可以一起去累积的事情。所以以上呢是这5点，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些面向，好好的跟闺蜜相处。相处了以后呢，这些情谊就是你的人生最重要的保障喽。好啦，祝大家跟闺蜜的情谊长长久久，相亲相爱。艾尔莎也是你们的闺蜜。